如果你在印度街头旅游，那么打死你也不要去尝试这种炒拉面，因为轻则拉个稀里哗啦，重则估计小命都难保。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拉面如此猛烈呢？看这个印度阿三哥，先在烤盘上面撒上一些食用油，然后抓了2大把拉面丢到烤盘上面。刚刚好像忘记洗手了，用面条搓2下好了。他又抓了1大把蔬菜往上丢，然后开始往上面撒调味料。在没有卫生安全法约束的印度，阿三哥将许多你见过和没见过，该加和不该加的调味料通通都加了一遍。当然，这其中一定不能少了玛莎拉，否则客户扭头就走，生意也别想做了。撒完调味品，阿三哥要开始炒面了。看这炒面的手法那是相当的随意啊，虽然烤盘很大，但是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。面条估计都撒了1大半，难道是想给晚上路过的小老鼠留2口？炒了半天总算是可以出锅了，不过看这锅底感觉有些面条都已经烧焦了吧。不打紧，趁人没注意通通铲出来。下一步，阿三哥拿出1块黄油丢到烤盘中充分融化开来，接着又往刷牙都舍不得用的牙杯中打入5、6个鸡蛋，加入一些盐巴和辣椒粉。祖传的单身30年龙爪手将鸡蛋搅拌均匀，鸡蛋最终没能扛住阿三哥后世的功力洒了出来，搅拌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展示一下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呀，鸡蛋洒出去了1半，虽然没有发挥好，但是工作还得继续啊。拿出几片薄饼放在鸡蛋上面，煎个饼应该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吧。将鸡蛋饼翻个面看一下，有点焦，但总体还算过得去。只不过接下来冒黑烟的这个是什么鬼啊？算了，先出锅再说吧。今天的意外这么多，肯定是早上出门忘记用恒河水刷牙了缘故吧。往每片鸡蛋饼上面撒上一些之前做好的炒面，面条的多和少不是太关键，关键的是一定要用手再涂抹2遍，毕竟精华往往都是残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撒上1点洋葱，挤上1点番茄酱。哦对了，秘制神仙水不能少，差点失去了灵魂。再来点蜂蜜芥末酱、沙拉酱，这样一定够味了吧。好了，只差最后一步了，用2只手的指尖轻轻地将鸡蛋饼卷起来，拿出1片平时上厕所都舍不得用的卫生纸，将鸡蛋卷的尾部包起来。你看，包的不错吧？油脂都从纸张上面溢了出来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这饱经沧桑又写满故事的鸡蛋卷究竟是什么味道吧。咬上一口，哎呀，这味道一时半会的，我还真说不清楚了，你们自己慢慢体会吧。